这个老女人将一滴血滴在一只腐烂的乌鸦上，然后照着古书念出一段咒语。下一秒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这本古书不仅可以复活动物，上面还记载着复活死人的办法。老女人高兴坏了，有了这本书，他们就可以帮死去的外孙重获新生。这就是近年来加拿大最经典的恐怖片，一切为了杰克森。老人原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孙，不幸的是在一场车祸中丧命。女儿变成重度残疾后，因无法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也在家中选择了自杀。老两口伤心欲绝，从那以后便加入到一个邪教组织，企图利用散淡的信仰将外甥复活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老女人花重金买下一本黑魔法古书，里面记载着一些与恶魔交易的办法。两人在死乌鸦身上做过多次实验后，让他们更加相信书中的咒语。但这只是初级阶段，想要复活死去的杰克森，比复活一只乌鸦要复杂100倍。首先他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。这天亨利在医院上班时，一名孕妇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女孩名叫翠花，不久前刚被男友抛弃，而且亲戚也不在身边，这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。几天后，翠花散步时，老头以看病为由将她骗进了家里，然后强行将她绑在了阁楼上。当她再次醒来后，老太太向她宣读了约法三章，然后拿开她嘴上的布条，测试了一下房间的隔音效果。翠花被吓得瑟瑟发抖，问老太太绑架她的原因。老太太一脸无奈地说道：“你腹中的胎儿是救活我孙子唯一的办法。”翠花听后更加恐慌，原来房间里的小男孩根本不是人。第二天早晨，老太太给翠花送早餐时，故意把手机丢在桌子上。翠花以为看到了希望，当她解开密码后，老太太立刻冲进了房间。原来玩具熊里藏着一个摄像头，正好把密码拍了下来。随后她用翠花的手机发了几条朋友圈，让人们认为她正在外面乱搞，就算发现她失踪了，警方会认为她是被渣男给骗走的。老两口为了不让邻居们看出破绽，每天维持着正常的生活。转眼间来到3个月后，翠花已经接近生产期，两个人开始按照古书上的步骤进行邪恶的复活仪式。他们在床前画出一个法阵，把孙子最喜欢的玩具摆在中间，用血在翠花的额头上画出一个倒十字。最后两人用匕首划开手掌，将鲜血滴在法阵中央。下一秒，翠花瞬间被恶魔附身，躺在床上不停地抽搐。老太太见状，赶紧念出咒语，希望黑暗恶魔索加特降临于此，为他们的外孙杰克森打开重生之门。没想到杰克森的灵魂果真出现在房间内，老两口激动不已，让他赶紧钻进翠花的腹中。老太太见杰克森不为所动，继续念出咒语，邀请更多的亡灵进入他们的房间。下一秒，杰克森忽然消失不见。就当两人感到疑惑时，一个大鸟怪突然出现在身后。老太太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发出惨烈的叫声，可怪兽并没有伤害她，而是一脸深情地盯着翠花的肚子。几秒钟过后，翠花恢复了正常，怪鸟也消失不见。老太太听着孩子的心跳，认为里面的胎儿就是他们的外孙杰克森。看来复活仪式已经大功告成，可在恐怖片的世界里，不可能就这样结束。从那以后，诡异的怪事不断发生。第二天，亨利从梦中醒来，看到老伴正在镜子前刷牙，便和他探讨起昨晚的激情时刻。这时一旁的电话突然响起，里面正是老伴的催促声，可眼前这个女人又会是谁呢？亨利被吓得大惊失色，女人缓缓地向他走来。紧急时刻，老伴突然出现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这天他准备下班时，一名警察突然找了过来。原来翠花的失踪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询问过程中，由于亨利紧张的表现，让女警对他产生了怀疑。当他将此事告诉给家中的老伴时，一个蒙着白布的小孩敲响了房门。老太太以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，随手关上了房门。紧接着卫生间里又传来敲门声，小孩再次出现。老太太被吓坏了，可无论她如何逃避，小孩就像幽灵一般在房间里不停穿梭。可当她从电梯走出来时，突然变成一个巨型幽灵，直接将老太太逼到墙角，给她变了一个人体消失术。翠花这边听到老太太的惨叫声，开始了逃跑计划。她先将小熊撞翻在地，然后借助护栏一点点的挣脱手铐。当她即将成功时，床下突然出现一个带套的恶魔，翠花被吓得惊慌失措。
紧急时刻，老太太打开了房门，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震惊。但恶魔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立刻向老太太发起了进攻。她和老伴及时赶到，成功吓走了恶魔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怪事后，老太太终于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其实那场仪式并没有复活外甥，而是招来了更多的恶魔。第二天一早，之前复活的那些乌鸦在房顶上空不断的盘旋，预兆着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这时那名清洁工遭到几次拒绝后，再次找到亨利，愿意给他们提供一次免费的除血服务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其实男人早就被恶魔附身，正在工作时一头扎进除血机里，喷出了大量的西瓜汁。两人被吓得惊慌失措，但为了计划不被发现，亨利偷偷将尸体埋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警方突然打来电话，说他们查到一些关于翠花失踪的线索，让他尽快回家里接受调查。这一刻，亨利彻底崩溃，害怕绑架的事被他们发现。可当他回到家后，警方早就揭穿了他的恶行，老太太也被警方绑了起来。就当翠花向警察发起求救时，却被吓出了哭叫。随着恶魔不断的觉醒，亨利再也无法掩盖内心的恐惧，便向一位撒旦的教徒寻求帮助，并将黑魔法古书的事告诉了他。当胡子哥得知两人按照上面的步骤进行了复活仪式后，发现他们召唤的并不是神，而是恶魔索加特。他是看守人类与受苦灵魂之间大门的恶魔，他确实能把灵魂带回来，但没法指定某一个人。一旦大门被打开，地狱里的每一个恶魔都会跑出来寻找宿主。当胡子哥来到翠花的房间后，发现他们的仪式只进行了一半，想要复活杰克森，必须献祭翠花的生命，与恶魔达成协议。如果想让他帮忙完成剩下的仪式，必须把这本黑魔法古书送给他，另外还要给他$10,000的小费。为了复活外甥杰克森，老太太很爽快地答应下来。胡子哥准备期间，老两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整晚都守在翠花的身边。可当胡子哥再次返回时，死去的女警察突然出现在身后。胡子哥被吓得脸色苍白，可亨利却一脸淡定地说道，他已经重复了一整夜了。随后他们开始准备工作，胡子哥将亨利带到门外，将一只死老鼠放在雪地上，作为引诱恶魔的诱饵，而且他必须亲手杀死翠花，不能有一丝的犹豫，下手一定要狠。如果被恶魔看出破绽，他们谁都活不过今晚。房间内，老太太用血在地板上画出一个5芒星的图案。翠花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显得极为淡定，因为她心里很清楚，孩子生下来后，他们肯定会将自己杀人灭口。为了活命，他假装向老太太妥协。当老太太离开后，翠花用力挣脱手铐，然后把一杯水倒在当下，让老太太误以为她羊水破了。老太太开心坏了，赶紧叫老伴过来帮忙。胡子哥在一旁念出招魂咒语，下一秒法阵上出现一些光斑。胡子哥见状，立刻在脚底画出十字，然后缓缓地走到窗前，更大声地念出招魂咒语。翠花趁机抓住老太太，威胁亨利解开她脚上的手铐。为了妻子的安危，他只好乖乖照做。胡子哥不想结束施法，一刀捅死了老太太，瞬间变得疯狂起来。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帮他们复活杰克森，而是想利用这个仪式召唤恶魔，可结果却被突如其来的傀儡强行带走。老太太死后，身体也发生了变化。而大爷变得更加恐怖，从背后直接端出2只魔爪。翠花大叫着向楼下跑去，没想到之前的恶魔再次现身。老太太正在教小孩如何正确的使用牙线，翠花准备拿钥匙时，女警长忽然出现，教她关键时刻如何自救。此时楼上的亨利也完全变成了地狱使者。翠花惊慌地跑出房间，当她准备开始离开时，清洁工也不忘向她道别。她感受这些来自恶魔的温暖后，不舍得向楼上望去，发现杰克森的灵魂正站在窗前目送他离开。翠花开车经过一片阴森的丛林时，遇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孕妇，这让她懂得了谦虚和礼让。人生不是赛车场，停一停，精彩的未来等你开启。